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5号星期四了啊，今天是拍摄日。穿的不是大家昨天弹幕猜的鞋，这次收到了一些其他的鞋。逐个去试。昨天穿的是一双比较偏竞速的。然后今天要拍摄的这双呢，是一双相对于日常训练，相对于不是那么快的配速的小伙伴了。目前跑了1公里多了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不像是一双很偏向缓震的训练鞋，反而是还是有些，还是挺有劲儿的。今天拍摄任务之外的事儿呢，就跟大家聊聊这些，聊聊我对鞋的一些看法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。刚才又碰见咱们频道的那位观众，北京来的，聊了一会儿，是来旅游的，不是在这儿生活的。礼拜天就走了，还碰见了那位日本老哥。我们3个人还同框了一下，老哥拍了照，回去看看他发不发朋友圈。家属也回去了，拍摄顺利完成。这鞋的感觉还是挺奇妙，挺不错。今天跟大家伙聊聊鞋，看看一会儿还能碰见老哥吗？鞋这事儿是这样，就是它肯定是根据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其实我理解的这个阶段啊，不一定是您跑步的速度或者说能力，当然个别的鞋款除外，比方说之前说的最早1代的160X 那种您没有能力就别穿，对脚踝压力太大。但是其实无外乎也就是说跑完以后比较疲劳，不至于有什么大影响。我更多的愿意把它跟体重联系起来。就您相信我，如果您是正常的饮食、正常生活、没有运动基础的微胖型身材，那一开始呢，还是要选择一双缓震的鞋。但是不必选择那种就是穿上跟踩棉花似的那种，那倒不太必要。就是我理解的缓震，不是穿上以后站在那儿的感觉，是跑起来的感觉。我老说一双鞋跑起来和穿着感觉不一样。哇，前面大部队，有老哥在，最右边的那位灰背心的，打个招呼，看人家愿不愿意。昨天的这个练习会的。初めまして。如果你参加的话，这个下周3 5.3区那边过来。この人北京のあれですよ、YouTuber で。很奇妙的体验啊！今天不光是碰见了从北京来旅行的小伙，刚才又遇到那位日本老哥。刚才拍到的就是我老说的那个跑团，在这儿活动的。每周3是他们的训练强度日。老哥昨天还参加了，而且人家是这样，早晚2练，周3。他们早晨好像是5个1公里，然后晚上是3公里、1.5公里、1公里，好像是。回头等跟人家熟悉了以后，看看能不能拍摄。他们是每周3的早晨5点45，所以下周3我来凑个热闹。他们表示很欢迎，很多都比我年长。老哥说
其中个子挺高的一个挺瘦的，我看着挺年轻的，都40多岁了。说这边的人还是练得挺狠。然后刚才一直没拍啊，碰到一位女性跑者，老哥也认识，住的也很近，全程马拉松2小时47，大概身高可能比我差半头，我一看就是那种精英的那种感觉。女子跑到2小时47，就相当于男子基本上2小时30，甚至2小时25了，太厉害了，而且很年轻。说是髋部受了伤，在慢跑。我们大概一起跑了4公里，然后他们要回家了，因为白天还要通勤上班。现在已经6点半了，我也最后几公里。还是说鞋啊，我比较喜欢体重来说，如果您是所谓的微胖型身材，一开始跑步的话，缓震还是有必要的。但是我的判断是，这个鞋的缓震并不是说它有多软，或者你踩上去感觉走路有多软，而是说你落地的那个抗冲击性。有时候软不一定抗冲击性好，比方说，你看棉被，或者是普通的海绵，它是挺软的，但是它没有抗冲击性的。你在上面，你把它放在硬的地面上，你在上跳，其实没有用。这大家有体会吧？所以各家鞋才在中底的材料上发力，又要轻，穿着又不能太硬，跑起来又不能太软，还得有回弹，还得能缓震。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要求有时候是挺，对吧？挺多的。我这两天还穿了另外一款鞋，这个鞋回头再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了。就今天这双鞋穿上去，就是你要不告诉我它是一双缓震鞋，是一双，因为在我的固有概念里，缓震鞋就是慢跑，甚至是说轻松跑，对吧？但是这个穿上去真的不一样。我最早穿缓震鞋穿的是亚瑟士的卡亚诺，那时候就真的缓震就是缓震。就说句比喻的话，就跟现在说就是粘脚粘地，但现在做的真的挺不错。初跑者就是缓震比较重要。您去试鞋的时候就注意，第一，对脚踝的支撑会比较好。你可以试试，就是比如你单脚跳一跳，你感觉稳定性怎么样？就容不容易崴脚，有没有崴脚的趋势，基本上就能判断。至于这个缓震怎么评判呢？这个我真的不太好能描述出来。你就跑跑试试。就是说白了啊，初跑者为什么小腿容易疼？就是因为肌肉的压力大。这小腿肌肉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跟地面的相对的这个撞击。就这双鞋，你小腿越疼，说明它的缓震就越少，就可以这样来评判吧。跑到什么时候可以摆脱缓震鞋呢？就是您已经不是微胖型身材了，您就是一看就是锻炼身体的身材，不一定瘦到像我这样。就大概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1.70米的身高，130斤，其实你就可以尝试慢慢走出侧重于缓震的鞋的这个矩阵了，就可以试试日常训练鞋。什么叫日常训练鞋呢？现在没有了，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时间 Nike 出过那个超级飞马，我觉得那种水平的鞋就叫做日常训练鞋，大家可以找其他品牌对标。就是它不是偏向于慢跑或者偏向于很需要缓震的人的日常训练。然后在这个水平上跑，基本上后边就不按体重来分了，因为您基本上就这样了。可能1.70米的身高男性啊，从135到120，可能到115就是普通人的极限了。
如果您不严格控制饮食的话，对吧？在这范围内就随便选鞋了，你喜欢哪个品牌，或者哪双鞋穿着合适就都行了，真的。无非就是说换一双新鞋可能有不适应，但是您相信我，跑一跑就适应。所以最近的这些换鞋的体验也打破了我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是一个特别，怎么说呢？就这东西合适了，我就不换了，比较保守。哎，这个感觉很奇妙。最近换鞋的这感觉，这回头等再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。刚才那老哥，我问他，我说你一个月跑多少？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一个月能跑800，现在600，不休息，每天都跑。但是就是快慢结合，大家想想，所以人家有这成绩啊。行吧，加油干！今天闲聊了，因为一开始家属跟着拍摄，今天的训练就是凑足一个里程就完了，回头看看能不能混进这边的跑步队伍。当然了，得努力学一学日常交流的语言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6月15号星期四清晨7点02，训练结束啊。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7，平均功率197，平均配速5分03，心率142。但是今天有快有慢，因为今天是有个拍摄的计划，所以大家明天看到的片子的跑步画面都是今天拍的。这没办法，因为要提前剪辑。跑者之间真是很有奇妙的一些互动和缘分哈。本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跑鞋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更有意思，至少对我来说。刚才我离开的时候，因为老哥和那位女性跑者早一圈离开，早了4公里，因为人家都要上班的，就通勤。我又在大阪城跑了一圈，回来又看到那个跑团的小伙伴，就说个子比较高的那位男性，然后跟我打招呼，然后看我穿的这个鞋，然后还说下周3早晨5点45，欢迎我去参加速度训练。虽然日文不能沟通，但是英文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掐指一算，下周3正好是我的强度日，那咱们就下周3见，等看看有没有机会，然后一起练。今天老哥也说，一起训练速度呢，会对他来说会更容易。确实是一个人练速度是挺难的，我觉得。跑者之间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感触哈。他们那个跑团，老哥跟我介绍说，最快的小伙伴全程马拉松2小时20，然后他的速度训练大概是3分10秒的配速，这个厉害了。所以你们看，我其实极限速度可能是3分20，最多3分15，但是就很极限，就是冲刺了，就不是说能够做训练的速度了，对吧？所以人家这个就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我的理解是，这个速度的变化，或者说马拉松成绩的变化，真的是上台阶儿，并不是走斜坡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在你的训练中和你的生活中，或者你的心理上，你是在走斜坡。所以最痛苦的就是那个，就像我们翻过山看见日出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在快要翻过山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的那个感觉。那个时候是你最难坚持的，尤其是这种耐力项目，尤其是到了夏天，你看真的好热呀。跑步的时候，帽子滴水，然后衣服滴水，就滴在腿上，都是有感觉的，特别有意思。并且为什么喜欢戴帽子？有时候我拍前面这个视角的时候，帽子在后边，帽檐有时候会碰到后边的脖子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汗顺着这儿一直流下去的感觉，很奇妙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了啊。大家期待明天的片子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努力的下训，咱们加油干啊！